开战33个月以来，俄首次使用洲际弹道导弹。风暴阴影袭击库尔斯克，导致朝鲜将军受伤。俄军在西维尔斯克遭遇大败，高级军官被解雇。阿泰什游击队驻乌打击顿涅茨克俄军。乌军导弹袭击俄扎波罗热训练场。俄罗斯威胁打击波兰，摧毁俄基地。匈牙利在乌克兰附近部署防空系统，战争已扩散。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克兰战地报报道，10月21日，俄军首次使用 RS-26边界洲际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本土。有消息称，导弹击中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南方机械制造厂，但欧洲的媒体以及普京表示，俄罗斯使用的是中程弹道导弹。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根据乌克兰的消息，俄罗斯在11月21日清晨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期间发射了多种导弹。包括1枚洲际弹道导弹、1枚匕首导弹以及7枚 KH-101。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6枚 KH-101，其他导弹也没有造成重大损伤。针对这次袭击，乌克兰空军并没有明确指出俄军洲际弹道导弹的型号，但根据推测，该导弹是 RS-26边界，而 RS-26也的确可以看作洲际弹道导弹，其射程介于2000公里至6000公里。一般情况下，只要射程高于5500公里，都可以看作洲际弹道导弹。只是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普京当天晚上就表示，俄军使用的弹道导弹为奥列什尼克，代号真数，符合俄罗斯以数目为弹道导弹命名的传统。按照普京的说法，真数导弹属于俄罗斯新研发的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在导弹发射之前，俄罗斯降低核风险中心的自动系统被触发，并向美国方面发出警告。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点。11月22日，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通过核安全渠道向美国发出有关袭击的警告，并且表示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是基于 RS-26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而来，只是美国与北约之后提及真数时依然使用中程高超音速的后缀。就当前的消息来看，俄军导弹的发射地点位于阿斯特拉罕州，仅距第聂伯罗市700多公里。真数导弹的射程具体是多少还不得而知，但大概率与 RS-26差不多，属于洲际导弹和中程导弹之间的灰色地带。当然，这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目的，不管是洲际导弹还是中程导弹，都可以携带核弹头。但是从袭击画面来看，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属于空炮弹，结果已经很明显了，俄罗斯的目的就是展示其核打击能力，威慑乌克兰以及北约。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北约援乌武器解禁，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与风暴阴影袭击俄本土。在 ATACMS 导弹袭击当天，普京就签署总统令，批准更新后的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降低了核打击的门槛。本次弹道导弹袭击事件发生后，普京甚至表示，北约武器被用于攻击俄罗斯，俄方有权攻打这些北约国家的军事设施。对此，美国表示，俄罗斯发射新导弹也无法阻止北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甚至还会加快武器交付速度。俄罗斯的威胁注定毫无用处，加上俄军的新导弹数量太少，也无法影响战争走向。10月21日，乌军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边境地区发起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在这2个地区拦截了2架无人机，但并没有提及损失。而罗斯托夫州代理州长称，由于无人机的袭击，导致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区中部的一家工业设施发生火灾，具体损失未知。出于安全考虑，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已经停止运营位于罗斯托夫州伏尔加格勒市的机场。库尔斯克方向风暴阴影突袭俄指挥所的后续出现了。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军对库尔斯克的袭击导致朝鲜将军受伤。这是北约首次证实一名朝鲜高级军官受伤，只是具体是哪位朝鲜将军受伤，报道并没有明确提及。就目前来看，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俄军指挥所遇袭，造成18名军人死亡，33人受伤，受伤者中包括3名朝鲜军事代表。俄军这边，列宁格勒军区第1副司令与瓦列里·索洛乔克中将以及第88机械化旅的副参谋长都在伤亡者名单上。前线方向，乌俄双方依旧在奥尔戈夫卡附近的森林中激战。有消息称，俄军已经清除森林中的乌军阵地，只是俄军战地指挥官在该地区谎报军情，也不是1次2次了。苏甲方向，乌俄正在波尔基附近的斯帕诺作战，但都未取得重大进展。哈尔科夫方向，乌俄双方的战线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就像上期说的那样，
天气的问题导致双方的进攻强度下降。同时，乌军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叶夫赫尼·罗曼诺夫中校表示，未来降雪之后，乌军就能监控俄军机械化步兵的行动。俄军也会考虑到这一点，之后的哈尔科夫战线或许将更加平淡。西贝尔斯克方向，俄军又遭遇了一次大败。之前火力军聊过，俄军进攻伊万诺达里瓦南部以失败告终，但是很明显，俄军指挥官不服气，近期又向村庄东南部发起进攻，结果又与上一次没什么差距，又失败了。俄军的指挥官为了挽救自己的军事生涯，以坦克、带有鸟笼的步兵战车向乌军阵地再次发起进攻。只是当前的西贝尔斯克地区地面比较泥泞，俄军的装甲战车成了乌军无人机的靶子。这一系列失败致使俄军数百名士兵伤亡。俄罗斯国防部逮捕并撤换了第3联合武装军中负责前线部门的几名高级军官。托列茨克方向有消息称，俄军已经占据托列茨克50%以上的地区。乌俄双方目前在涅利皮夫卡与谢尔比尼夫卡激战。红军村方向，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称，俄军正在加强该地区的进攻，不过战线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库拉霍沃方向，乌俄在博霍亚夫伦夫卡北部展开激战。乌军成功摧毁俄军的排气机械化攻击，同时俄军从马克西米夫卡调兵攻击库拉霍夫南部，想要一点点的挤压乌军的生存空间，但注定无法如愿。在顿涅茨克地区，阿泰什游击队驻乌打击俄军。有消息称，在6个月之前，阿泰什游击队的成员与俄罗斯武装部队签订了一份合同，之后他被送到无人机操作员培训中心，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了顿涅茨克地区。这一段时间，这名游击队员一直向乌军提供情报，包括俄军弹药库的位置，并且还帮助乌军打击俄军的无人机操作员部队。扎波罗热地区，乌军情报部门摧毁了俄军的训练场。11月21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特工发现俄军士兵在训练场集结，进行战术医学和疏散演习，便将俄军训练场的坐标发给了行动小组，对其发动打击。乌俄战场之外，俄罗斯威胁要打击波兰。欧洲真理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称，美国在波兰领土上部署导弹防御基地属于一种挑衅，并认为该基地部署有核武，俄罗斯将该基地视为优先目标之一，如果有必要，将对其进行打击。只能说，俄罗斯这是没事找事。美国的确在波兰部署了一个导弹防御基地，该基地位于波美拉尼亚省，于11月中旬正式开放，也是美国在波兰领土上的第一个永久性设施。但是该基地的作用仅是拦截弹道导弹，如果俄罗斯攻击该设施，北约国家就要考虑共同防御条例了。另一边，英国将军也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东欧北约成员国，英国就准备与俄罗斯作战。欧洲这边一直都担心俄罗斯进攻东欧，乌俄战争以及特朗普在大选中的胜利更是加剧了这一情况。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就宣布，美国可能不会支持未能履行北约国防开支承诺的盟友，也就是如果国防开支没有占 GDP 的2%以上，即使有他国入侵，美国也不会提供支持。英国宣布这个消息并非没有道理。乌俄战争已经升级，为了防御可能到来的战争，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做准备了。比如匈牙利开始在乌克兰附近部署防空系统，并且声称战争已经进入最危险的阶段。匈牙利小心一点也无可厚非。在11月17日的时候，乌克兰最西端，也就是与匈牙利接壤的外卡尔巴阡州，有2枚俄罗斯导弹被击落。俄军使用远程武器的频率增加，已经威胁到了匈牙利的安全。在援助方面，最近还有一个好玩的消息，明明德国才是豹2的制造国，但是西班牙却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豹2援助国。目前西班牙已经援乌29辆豹2 A4， 超过了德国的18辆豹2 A6， 以及波兰的14辆豹2 A4。 出现这种情况，德国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了，在援乌上是不是不够努力。进入2024年之后，西班牙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显著增加。目前，西班牙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欧元的援助，与年初的1.9亿欧元相比，这个增幅不可谓不大。在10月初的时候，西班牙还宣布援乌 VA-MTAC 车辆。虽然这些武器不能深入打击俄本土，但是可以加强乌军地面部队的机动性，从而在前线取得优势。据美国防务邮报报道，英国已启动退役快速号核潜艇拆解工作，该任务由英国巴布考克集团负责。该集团表示，其与威利亚环境集团签订回收合同，通过运用特殊方式来对快速号核潜艇进行拆解，并使拆解下来的核潜艇组件近90%可回收利用。预计该艇将在2026年前完成拆解，届时或将成为英国第一艘完全拆解和处置的退役核潜艇。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退役核潜艇的处置问题已困扰英国海军数十年之久。早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就曾出台针对退役核潜艇的处置计划和方案，但一直未能推进，进而导致该国退役核潜艇长期被封存于废弃军港，甚至部分核潜艇的封存时间要比服役时间还长。所以，对于此次快速号核潜艇拆解计划能否按计划顺利推进，目前仍有待考察。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航空公司目前拥有66架 A320、A321neo 飞机，但其中34架已处于停飞状态。俄罗斯生意人报指出，这些飞机之所以停飞，主要是因为该国无法对其发动机进行维护工作。根据奥维咨询统计，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航空公司的机队由1031架飞机组成，其中近2/3的机队又由波音和空客制造的飞机组成。作为制裁的一部分，美国、欧盟、英国和其他国家已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可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商品和技术。波音和空客也已暂停对俄罗斯航空公司的维护和支持，同时也不再向其供应备件。对此，俄罗斯原本计划打造自身的飞机零部件生产线，但至今尚未取得成功。综合多种因素，预计到2026年，俄罗斯客机机队可能会减少1半以上。为降低相关损失，目前也有部分俄罗斯航空公司向该国交通部提交了申请，希望将客机出口到国外进行维修，但没有收到回复。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去年12月，德国与空客公司签署一项合约，包括采购62架 H-14M 直升机和为期7年的训练、后勤、维保支持服务，以及额外20架直升机的选择权，总价值约21亿欧元。H-145M 和 H-145的衍生型号，其配备有 H-4S 武器套件，可用于执行侦察、支援、护航、巡逻与反装甲任务，也可根据任务需求改装相关设备，担任运输、医疗后送与快速投射载台。目前，空客公司已向德国部队交付了首架 H-145M 轻型战斗直升机，该机将进驻下萨克森州比克堡陆军基地，负责执行飞行员的培训任务。另按照德国计划，陆军未来将分配57架 H-145M 直升机，空军特战部队则分配5架，届时将取代预定于2031年退役的虎式直升机。据美国陆军时报10月20日报道，第101空降师为麾下阿帕奇直升机机队设计了一款全新的卸弹装置拖车。此前，后勤人员需要以人力更换阿帕奇副油箱，整个过程耗时近8分钟。在使用这款卸弹装置拖车后，只需要1分多钟就能完成，甚至在熟悉操作之后还能缩短至30秒。目前，这款卸弹装置拖车将在坎贝尔堡的战术中心协助下改善并优化设计。如果能通过最终测评，美国陆军将会对其进行采购，届时或将提升阿帕奇机队的整体战力。根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与德士隆公司签署了一份新合同，采购26架 T-54A 教练机，总价值约2.8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海军与德士隆之间关于 T-54A 教练机的第3份生产合同，包括第2生产批次的最后2架和第3生产批次的24架。此外，该合同还包括为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提供相关的飞机部件、支持设备以及初始培训等后勤服务。具体的生产工作将在德士隆公司位于堪萨斯州维奇托和德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工厂进行，预计将于2026年9月完成。根据朝中社报道，10月20日，俄罗斯和朝鲜签署了一份协议，将开通两国之间的直飞航线。据美国防务博客报道，秘鲁选择采购韩国的 K2 坦克作为该国下一代的陆军主力坦克，以取代老旧的 M48 坦克。与此同时，这笔交易也让秘鲁成为了继波兰之后使用韩国 K2 坦克的最新客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对 K2 坦克感兴趣的国家还包括罗马尼亚与埃及。其中在埃及方面，该国于2021年就开始与韩国进行谈判，至今尚未商讨出结果。如果双方后续能达成一致，这将代表着韩国 K2 坦克正式登陆非洲市场。除 K2 坦克外，韩国还在极力向秘鲁推销该国的 K808 轮式装甲车。按照韩国方面的说法，这款装甲车专为步兵运输设计，可穿越0.4米的障碍物，跨越1.5米的沟渠，还可泅渡河流，能够充分适应秘鲁的地形环境。根据日本朝日新闻10月21日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就是否允许沙特参与新一代战机的研发计划进行了相关讨论。
其中英意两国对沙特的资金实力抱有期待，因此对其参与该计划持积极态度。日本则持谨慎态度。其指出，如果沙特加入该计划，必将耗费大量的谈判时间，再加上目前该计划已得到3国议会批准，为了让沙特参与，强行修改条约并不现实。另外，沙特虽与美国关系密切，但与俄罗斯、伊朗也有武器交易。日本据此认为，由于存在保密问题，即便沙特有意加入该计划，也只希望沙特作为不签署条约的伙伴国进行参与。根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省对外宣称，将于明年11月首度试飞搭载人工智能的无人机。据悉，日本的 AI 无人机项目于2022年正式启动，目前已完成系统设计与初步测试，将进入最后设计阶段。该无人机分为2种机型，一种是战斗型无人机，另一种是侦察型无人机。两型机虽共享相同的引擎与机身，但通过模块化设计，可按照任务需求更换对应机翼与任务载荷，并且采用了通用运算系统，未来还可进行性能升级。按照日本防卫省计划，如果上述试飞测试顺利的话，后续将于2026年至2027年进行该无人机的实战演练。具体测试将从1对1的实境空战开始，逐步提升至2对2对抗，借此验证 AI 的决策能力与战术运用。同时，为确保演练的安全性，该无人机除了主要的 AI 系统外，还安装有备用安全程序，可预防空中相撞等危险状况。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测试不同厂商开发的 AI 模组，评估其对飞行性能与决策能力的影响，借此找出最佳的 AI 作战系统组合。根据媒体报道，11月19日，巴西空军对外宣称，将于明年对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进行现代化升级。按照巴西计划，此次升级涉及到68架 A-29攻击机，分别隶属于该国第3航空大队的第1天蝎座中队、第2狮鹫中队、第3箭头中队和第5航空大队的第2小丑中队。升级后的 A-29攻击机将拥有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和系统，包括新的光电传感器、激光制导武器、强化装甲、针对导弹威胁的自我保护系统，以及 Link BR2 数据电。该数据电将实现 A-29攻击机与鹰狮战机以及 E-99M 空中预警机的数据交换，并共享战术信息。另外，此次升级还将 A-29攻击机引入一个综合训练系统，即可模拟电子战环境以及各种实战演练，飞行员可借此提高态势感知能力和训练效率。11月20日，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安全局与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合作，并在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和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下，揭露了一个涉及武装部队2名后勤指挥官的腐败行为。据调查，嫌疑人在2022到2023年滥用职权，以高价购买战斗机备件。调查显示，这些战斗机备件是由一家与这些官员有关系的公司提供，而为了获得合同，嫌疑人利用多个空壳公司参加招标。据悉，嫌疑人共计受贿66.2万美元。如果最终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最高6年的监禁。美国陆军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飞弹靶场首度成功进行 PRSM 导弹的起射测试。据洛马公司声称，这次试射是 PRSM 生产验证飞行测试的一部分，验证了该导弹从海马斯平台连续发射的能力。美国国防新闻报道称，这次测试的成功证实 PRSM 导弹符合美军的作战准则，能更有效地应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此外，在此次测试中，海马斯驾驶舱内也安排有操作人员，这证明在发射过程中，士兵的安全可以得到保证。截至目前，首批 PRSM 导弹已于2023年12月完成交付，正逐步取代现役的 ATAC-MS 导弹。它能够由海马斯和 M270 多管火箭系统发射，是美军重要的远程精准打击设备。如驻扎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美军指挥官都在积极争取部署 PRSM 导弹。值得一提的是，美军也规划了 PRSM 导弹的后续性能提升，其中包括强化巡标器，提升其拦截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发展更先进的技术，以增强导弹的杀伤力和射程。而在近期，美国的研发重心是强化 PRSM 导弹的海上反舰能力，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上安全挑战。而后续性能提升的开发者将由洛马公司以及由雷神科技公司和诺格组成的团队竞争开发。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军使用洲际弹道导弹对战局有影响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